你见过一辈子都不用喝水的动物吗？你知道撒哈拉沙漠里的蝰蛇有多可怕吗？我们都知道，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大陆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整个撒哈拉沙漠的面积达到了900万平方公里以上，它横跨非洲大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环境相当恶劣。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可达50多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更是高达70到80度。更致命的是，一到了晚上，这里的温度便会下降30到40多度，昼夜温差非常大，一般人是根本承受不住这种温差转变的。干燥、炎热、缺水，这几点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然而即便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动物可以在这里生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10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的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生存高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耳廓狐，这是一种生活在北非沙漠的狐狸，它是所有狐狸种类中体型最小的。耳廓狐的体长通常都在30到40厘米，肩高可达20厘米。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顶上那2只长长的耳朵，但是它的耳朵长度就可以达到15厘米，整体看上去相当可爱。耳廓狐生活在非洲北部的西亚沙漠地带，它的皮毛和身上的各种器官都适应了高温缺水的沙漠环境，在它们的身上有着厚厚的沙色皮毛，这种颜色可以帮助它们反射阳光，到了夜晚也可以隔离沙漠的寒冷。它们通常都在夜间活动觅食，因为白天的撒哈拉沙漠炙热难耐，会加快蒸发掉它们体内的水分。在白天，它们通常都钻进自己挖的洞穴中躲避烈日，到了晚上才会出动寻找食物。虽然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内，大多数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但它们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去充饥。耳廓狐长有小型的裂齿，通过刨地获取食物。在沙漠中，只要能吃的东西，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像一些鸟类、蜥蜴和一些昆虫，都是耳廓狐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植物的根茎，因为在这种缺水的环境下，它们只能通过植物的根茎去获取水分。也就是说，这个小家伙即便在缺水的环境中，只要有植物，即便没有水源，它们也能生存下去，非常强悍。好，第9个，路灯羚。路灯羚也叫多加斯灯羚，这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灯羚。路灯羚的肩高可达65厘米，头体长度可达1米以上，它是所有灯羚中体型第2小的灯羚物种。这个家伙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们可以一生都不用喝水，也可以生存下去。它们能够高度适应沙漠的环境，之所以不用喝水，是因为它们可以从饮食中的植物中获取所需要的所有水分。当然，当它们遇到水源的时候，也会喝水。但在撒哈拉沙漠有水源的地方寥寥无几，有些路灯羚一生中可能都没有喝过1次水，但它们仍可以存活。它与大多数的沙漠动物一样，活动觅食的时间通常都会避开白天的烈日。路灯羚一般都在黎明、黄昏以及晚上活动觅食。在人类活动较多的区域，它们会选择在夜间活动，主要就是为了躲避被人类猎杀的风险。还有就是别看它们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这种极度炎热的地区，在奔跑的时候，这个家伙仍可以以每小时80公里到96公里的速度前进。一般的野生动物是根本追不上这种路灯羚的。好，第8个，北非鸵鸟。北非鸵鸟是非洲鸵鸟的指名亚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鸟类。这种鸵鸟的体长可达2.5米以上，身高可达2.7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这种鸵鸟分布在撒哈拉沙漠的西部和南部。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脖子，它们的脖子上通常都是光秃的，没有羽毛，颜色一般都是红色或者粉红色的，因此北非鸵鸟也被称为红颈鸵鸟。这个大家伙主要都栖息在荒漠、草原和灌丛地带，因为有发达的气囊和良好的循环系统来调节体温，所以它们能够适应沙漠这种干旱炎热的气候。它们的耐热性非常强，即便在正午时分，周围气温高达56度，它们依然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活动觅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可以长达几个月不喝水，仍可以存活。众所周知，鸵鸟这种大家伙不会飞，它们主要靠2条腿去移动。这个家伙向前迈1步的距离就可以达到3.5米。在沙漠中，它们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持续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以上。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即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们的寿命仍可以达到60年。好，第7个，荒漠巨蜥。荒漠巨蜥也叫沙漠巨蜥，它们分布于撒哈拉沙漠的西部，在中亚和南亚也有它们的身影。
这种巨蜥是肉食性的，以各种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为食。沙漠巨蜥的体长可达30厘米以上，尾巴可达60厘米以上，整体加起来将近1米。它与大多数蜥蜴类动物一样，属于一种冷血变温动物。由于栖息地的原因，使得这种巨蜥有夏眠的现象，通过夏眠去躲避撒哈拉的高温和食物缺乏的恶劣环境。它们通常也是在夜晚或者清晨这种温度较为凉爽的时间段活动。它们的食性很广，在撒哈拉沙漠主要以一些昆虫、小型哺乳动物以及蛇类和一些腐肉为食，特别是对毒蛇。这种荒漠巨蜥对毒蛇有一种独特的免疫力，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被毒蛇伤到。对了，还有就是这种蜥蜴的性格相当粗暴，当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很有可能会主动向我们发起攻击，非常危险。好，第6个，撒哈拉猎豹。撒哈拉猎豹也叫西北非洲猎豹，这是一种原产于撒哈拉和撒哈拉地区的猎豹亚种，多数都分布于撒哈拉沙漠的西部。这种猎豹的数量非常稀少，早在2008年，这个物种就被列入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哺乳纲的红色名录中。据动物学家估计，成年的撒哈拉猎豹的数量可能不会超过250只，非常稀缺。由于数量稀少，导致人们对这种猎豹的了解非常少，想要见上它们一面都相当困难。目前为止，人们对这种撒哈拉猎豹的了解甚微，只知道这种猎豹可以忍受极端高温的天气，并且它们可以在没有永久水源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后通过科学家们对这种猎豹的追踪，发现这种猎豹为了捕食猎物，可能要历经非常艰难的长途跋涉，并且还需要忍受撒哈拉沙漠这种极度高温干旱的环境。至于它们究竟靠什么在撒哈拉沙漠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的，至今人们仍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只知道这种猎豹的耐性极强，并且行踪不定，非常神秘。好，第5个，以色列金蝎。以色列金蝎也被称为死亡追猎者或者以色列杀人蝎，它是人类目前已知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在世界10大毒王中排名第5。这种蝎子遍及撒哈拉沙漠，在印度的塔尔沙漠和巴基斯坦都有这种蝎子的身影。以色列金蝎的体色多数都为黄褐色，部分也有深褐色以及黑色。这种蝎子通常都活动在干燥的沙漠地区，它们生长缓慢，成年的以色列金蝎体长也就在6厘米左右。这个小家伙虽然体型不大，但毒性极强。它们的外表与我们常见的蝎子无异，尾部都长有毒刺。与普通蝎子不同的是，以色列金蝎的攻击性极强，它们的性情非常凶残，而且在发起攻击的时候都是连贯性的。一旦向我们发起攻击，就是接二连三的刺好几下才肯罢休。一旦被这种蝎子蛰伤，它尾部的毒针所释放出来的毒液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危险。这种蝎子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混合物，致死剂量并不高，但是被它蛰到会非常痛苦。一旦被它蛰到，会让我们感觉到极度疼痛、抽搐、瘫痪，甚至心跳停止或者呼吸衰竭。这种毒素通常并不会杀死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但是如果是老人或者儿童被它蛰到，致死率就会大得多。在撒哈拉沙漠，假如一不小心被这种蝎子蛰到，如果不能及时治疗，死亡的几率会非常大，因为本身撒哈拉沙漠的环境就非常恶劣，一旦被以色列金蝎蛰到，恶劣的环境加上蝎子的毒素，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相当可怕。好，第4个，撒哈拉银蚁。这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最耐热的昆虫之一，在整个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都难以在温度超过50度的环境下长期生存，但这种撒哈拉银蚁却可以在地面温度超过70度的撒哈拉沙漠中长期生存。它们不仅耐热性极强，而且爬行速度也是世界上已知的12000种蚂蚁中速度最快的一种。它们的爬行速度高达每秒85厘米，它可以每秒移动108倍，相当于自身身体长度的长度。什么概念？假如把撒哈拉银蚁的体型换算成一个身高为1.8米的人类体型，那么它们每秒的移动速度就可以达到每秒200米左右，那家伙快如闪电，相当厉害。这种蚂蚁在撒哈拉沙漠主要是以一些昆虫和其他死亡的节肢动物为食。由于栖息地的极端高温环境，再加上为了躲避类似于沙漠蜥蜴等等一系列天敌的威胁，这种蚂蚁每天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0分钟左右。在这10分钟里，他们会尽可能快速地将找到的食物带进巢穴。撒哈拉银蚁之所以能够在撒哈拉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除了自身极强的适应能力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蚂蚁军团。要知道，蚂蚁是一种拥有严密制度的集群昆虫，它们能够明确分工，有兵蚁、工蚁、蚁后等等不同工种的蚂蚁一起合作储存食物。即便是遇到食物缺乏的时候，它们也有存粮，可以帮助它们支撑到下一波食物的来临，相当强悍。好，第3个，撒哈拉角葵。在整片撒哈拉沙漠，除了携带剧毒的以色列金蝎，最可怕的可能就属撒哈拉角葵了。这种蛇的可怕之处，并不是它的毒液，而是出自这个家伙的阴险程度。撒哈拉角葵的体长并不长，通常也就在50厘米左右。这种蛇的身体呈黄色，在它们的眼睛上方有一对竖立的刺状角鳞，因此很容易辨认。
这种蛇一般都隐藏在沙子底下，它们特别喜欢在附近有草丛、树荫或者绿洲附近活动。这种蛇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身体扮演在沙子里。这时候一旦有哪个倒霉的家伙靠近它们，撒哈拉角葵就会迅速向猎物发起攻击。不过庆幸的是，被这种毒蛇咬到一般并不会致命，但会引起极度的疼痛和烧灼感。如果不及时治疗，有可能会导致截肢的可怕后果。除了撒哈拉角葵，在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种名为巨鳞葵的毒蛇。这种毒蛇可能是葵蛇科中毒性最强的毒蛇，它的体长与撒哈拉角葵差不多，通常也就在50厘米左右，但是体型较粗，毒性极强。一旦被这种巨鳞葵蛇咬到，致死率会相当的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种巨鳞葵蛇是世界上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蛇类，一旦被它咬伤，能够存活的几率非常渺茫。特别是在荒无人烟的荒漠地带，在沙漠里，一旦被这种巨鳞葵蛇咬到，基本上是难逃一死，非常可怕。好，第二个，沙漠鳄鱼。沙漠鳄鱼也叫西非鳄。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在干燥炎热的撒哈拉沙漠里居然有鳄鱼。最开始就连科学家也很难相信这种地方会有鳄鱼。在刚开始发现沙漠鳄鱼的时候，人们曾一度认为它们是尼罗鳄的西非亚种，但后经过对沙漠鳄鱼的一系列研究过后，才发现这种鳄鱼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与尼罗鳄相比，沙漠鳄鱼的体型较小，身体颜色更浅，并且沙漠鳄鱼要比普通的鳄鱼多了一个技能，那就是它们拥有跳跃和后脚直立的能力。成年的沙漠鳄鱼体长通常也就在2.5米左右。这种鳄鱼已经适应了撒哈拉干旱的沙漠环境，在最干旱的时期，它们会待在洞穴中，处于夏眠的状态。到了下雨的时候，它们才会出来。这种鳄鱼并不像尼罗鳄那样具有攻击性，在当地人们会对这种沙漠鳄鱼非常尊敬，并保护沙漠鳄鱼免受伤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相信，就像水对鳄鱼必不可少一样，鳄鱼对水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沙漠鳄鱼不在这里居住，就代表着水就会永久消失。好，第一个，单峰骆驼。毫无疑问，骆驼这种动物被世界公认为是沙漠之舟。它们性情温顺，不惧风沙，善走沙漠，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适应沙漠气候的大型动物。在撒哈拉沙漠，除了我们熟知的双峰骆驼，其实还有一种单峰骆驼。单峰骆驼与双峰骆驼不同，它的背脊上只有一个驼峰。这种骆驼非常适应在干旱的条件下生存。当然，双峰骆驼也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分布在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多数都是单峰骆驼。这种骆驼的耐性极强，它们每喝足一次水，便可以维持长达10到15天不用喝水，而且仍可以在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活动。之所以耐性这么强，是因为这种骆驼可以自行控制体内的水分消耗。当体内缺水时，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独特的身体构造控制水分的蒸发。还有就是这种骆驼的体温非常高，它们白天自身的体温通常就可以达到41度，只有在高于这个温度后，单峰骆驼才会开始出汗。独特的身体构造就像是专为沙漠而生。毫无疑问，在气候恶劣的撒哈拉，单峰骆驼无疑是这里最强大的物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